今天是星期一的早晨，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了房间。安德烈揉了揉眼睛，慢慢地从床上坐了起来。虽然他来中国已经1年多了，但还是不习惯早起。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，发现已经8点半了。安德烈大叫一声，急忙从床上跳下来。如果再不快点出门，他上班肯定要迟到了，老板会非常不高兴的。安德烈用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，刷了牙，洗了脸。他甚至来不及整理那乱七八糟的头发，拿上黑色的公文包，他飞快地跑出了家门，冲向了地铁站。街道上的人非常多，大家都在忙着赶路，汽车的声音和自行车的铃声交织在一起，非常热闹。安德烈的肚子突然咕咕叫了起来，他才想起来没吃早饭。他觉得肚子饿得很难受，如果没有吃东西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没有力气。安德烈决定在去地铁站的路上，找一个小吃摊，随便买一点简单的东西吃。就在前面的路口，他闻到了一股非常香的味道，那是鸡蛋和面粉混合着葱花的香味。安德烈看到前面围着一群人，大家似乎都在等待着美味的食物。那是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摊，这种中国特色的早餐，安德烈特别喜欢吃。热热的煎饼里包着脆脆的薄脆，加上甜面酱和辣酱，味道简直棒极了。可是买煎饼果子的人实在太多了。安德烈看了看手表，时间非常紧张，他在心里犹豫着，是直接去坐地铁，还是冒着迟到的风险买一个煎饼呢？饥饿战胜了理智，安德烈走到了小摊旁边，因为人很多，大家站得比较乱，看起来不像是一条整齐的队伍。安德烈以为只要站在旁边等着就可以了。他站在了最靠近老板的地方，眼睛紧紧盯着那个铁板。老板熟练地把面糊摊开，打上鸡蛋，撒上葱花，动作非常快，就像在表演精彩的魔术一样。这时候，老板抬头看了安德烈一眼，问他：“帅哥，你要几个鸡蛋的？要不要辣椒？”安德烈非常高兴，以为轮到自己了，马上回答：“2个鸡蛋，要微辣。”安德烈正准备掏出手机付款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一双愤怒的眼睛正在盯着他。那是一位穿着红色外套的阿姨，手里提着2个大大的菜篮子。这位阿姨已经等了10分钟了，她看着这个高大的外国男人突然出现，并且直接站在了老板面前，心里非常不舒服，她的眉毛皱了起来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安德烈还在开心地看着煎饼，完全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。他甚至还在想，今天的运气真好，不用排队就能买到早餐，这样就不会迟到了。突然，安德烈感觉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那力量很大，不像是在打招呼。他疑惑地转过头，看到了那位红衣阿姨严肃的脸，周围顿时安静了下来。阿姨指着安德烈，大声说了一句话，因为语速太快，还有点方言口音，安德烈没有听懂，他只能尴尬地笑了笑，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：“你好，早上好。”
阿姨听了更生气了，她觉得这个外国人是在装傻，她提高了声音，指着后面的一长串人，又指了指安德烈刚才站的位置，表情非常严肃。这时候，安德烈还是有点懵，他以为阿姨是想和他聊天，或者是问他关于煎饼的问题。他甚至想向阿姨推荐加辣酱更好吃。阿姨深吸了一口气，这一次，她用标准的普通话，一字一句的、非常大声地喊道：“别插队，大家都排队呢，去后面排队。”别插队，这3个字像闪电一样击中了安德烈。他在汉语课本上学过这个词，但这是他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如此清晰、震撼地听到它。他的脑海里瞬间出现了课本上的画面，老师指着一张图片说：“插队是不文明的行为。”安德烈终于明白了，原来自己刚才的行为就是插队。安德烈的脸唰的一下红了，红得像煎饼里的火腿肠。他感到非常羞愧，原来大家不是站得乱，而是在排队，只是队伍弯弯曲曲的。他连忙对阿姨鞠了一个躬，紧张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看见队伍，我以为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他的声音都有点发抖了。周围的人看到安德烈这么诚恳的道歉，表情也放松了下来，有几个年轻人甚至笑出了声，觉得这个老外慌张的样子有点可爱，气氛不再那么紧张了。红衣阿姨看到安德烈态度很好，脸色也变好了，她摆摆手说：“没事没事，下次注意就好，大家都在赶时间，要守规矩。”安德烈赶紧退到了队伍的最后面，虽然现在要排很长的队，但他心里却觉得很踏实。他看着前面的人一个接一个的买完离开。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个背着书包的大学生，他转过头，友好地对安德烈说：“你的中文不错啊，刚才那个词插队，很多老外都听不懂的。”安德烈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，笑着说：“我是听那个阿姨喊那么大声，才突然明白的，这种实战练习比在课堂上学的快多了。”大学生听了哈哈大笑，那是中国大妈的力量。不过你反应很快，知错就改，挺好的。两人就这样聊了起来，时间过得很快。队伍慢慢向前移动，安德烈观察着每一个买煎饼的人，大家都很有耐心，没有人抱怨。他也开始享受这种等待的过程，观察着城市的早晨。终于，安德烈又一次站在了摊位前，老板认出了他，笑着说：“小伙子，这次真的是轮到你了，还是2个鸡蛋，微辣吗？”“是的，谢谢老板。”安德烈大声回答。这一次，他感到特别理直气壮，因为他是通过排队，公平地获得了这个位置，这种感觉真好。老板熟练地制作着煎饼，面糊在铁板上转圈，鸡蛋被打碎，香气再次扑鼻而来，安德烈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他觉得这个煎饼一定比以前的更香。老板把煎饼装进袋子里，递给安德烈：“拿好，小心烫。”安德烈接过热乎乎的煎饼，付了钱，
心里充满了感激。他转身离开时，看到了刚才那位红衣阿姨，她还在队伍里，但已经快排到了。安德烈笑着对她挥了挥手，说：“阿姨，再见，谢谢你的提醒。”阿姨也笑了，脸上的皱纹像花一样展开。她大声回道：“快去上班吧，别迟到了，趁热吃。”这简单的几句话让安德烈觉得心里暖暖的。安德烈一边咬着煎饼，一边向地铁站跑去。虽然因为排队耽误了一点时间，但他跑得很快，煎饼的味道好极了，每一口都充满了幸福感。到了地铁站，安德烈顺利地挤进了车厢。虽然人很多，很拥挤，但他心情很好。他在脑子里不断重复着那个词：别插队，别插队。以前学习中文单词，他总是记不住，但今天这个词，因为有了情感和故事，变得非常生动。他知道，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插队这个词了。到了公司，安德烈刚好在9点前打卡，他长舒了一口气，坐在办公桌前。同事小王看到他满头大汗，好奇地问：“安德烈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匆忙？”安德烈笑着把早上的故事告诉了小王，特别是关于那位阿姨大喊“别插队”的部分。他学得惟妙惟肖，小王听完后笑得前仰后合。小王竖起大拇指说：“安德烈，你现在越来越像个中国通了，能听懂阿姨的这种喊话，说明你的听力水平已经达到了高级阶段。”安德烈感到很自豪，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，但他觉得这是自己融入中国生活的重要一步。语言不仅仅是单词，更是生活中的交流和理解。中午休息的时候，安德烈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今天的日记，标题就是“难忘的别插队”。他还在旁边画了一个简单的煎饼和那位红衣阿姨。他看着画笑了起来，也许下次见到那位阿姨，他可以主动和她打招呼，甚至可以聊聊天气，因为他知道阿姨其实很热心，只是比较直爽。晚上下班回家，安德烈再次路过那个路口，小吃摊已经收摊了，街道变得安静了许多，但早上的那一幕依然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里。他拿出手机，给远在国外的妈妈打了一个视频电话。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分享今天的故事，告诉妈妈他在中国又学会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新词。妈妈，你知道别插队是什么意思吗？安德烈对着屏幕问道。妈妈摇摇头，安德烈笑着解释道：“这代表着秩序，也代表着对他人的尊重。”挂断电话后，安德烈躺在床上，感到非常放松。今天的经历虽然有点尴尬，但却非常有意义。他更加期待明天在中国的生活了。窗外的月亮很圆，很亮。安德烈闭上眼睛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在梦里，他梦见自己说了一口流利的中文，和红衣阿姨成为了好朋友。